2021年，陈思诚导演的《唐人街探案3》将在2月12日大年初一上映，但演员列表里却不见了佟丽娅的名字，这对于老公出品必会加盟的佟丽娅来说十分反常。要知道，从2012年参演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走红后，到2017年，佟丽娅几乎消失在观众的视野，大家对她印象最深的角色还是老公陈思诚的电影《唐人街探案》中的美女老板娘阿香。不过2020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，佟丽娅意外出现，担任主持人，凭借出色的主持能力和无可指摘的完美造型惊艳全国，引得网友喊话陈思诚：陈总，夫人已经不演您的电影《唐探3》了，大有调侃讽刺之意。网友的态度不无道理，自2014年官宣结婚以来，陈思诚便屡次被拍到与各色各样的美女密会，种种渣男行为让所有人都希望佟丽娅可以早日远离。那么这次为演《唐探3》是否象征着她的觉醒呢？这里是咸鱼记，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佟丽娅的涅槃之路。1983年8月8日，佟丽娅出生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叫察布查尔锡博的县城中，是锡伯族的姑娘，父母给她取了个乳名丫丫。佟丽娅的父母均从事艺术教育，父亲佟吉生还曾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、秘书长等职务。家庭氛围的熏陶让佟丽娅从小就表现出艺术天分。她6岁便开始学习舞蹈，13岁进入新疆艺术学院附中舞蹈系进行专业的舞蹈表演训练。3年后，16岁的佟丽娅参加了建国50周年庆典阅兵式新疆彩车表演，并获得了优秀贡献奖的荣誉。高考时更是成为第一个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专业的新疆锡伯学生。这样的佟丽娅，任谁都会夸赞一句优秀。可惜对于重男轻女的父亲来说，佟丽娅的成就并不重要。在锡伯族的传统里，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，无论妻子在外如何辛苦工作，回家之后都要洗衣做饭伺候丈夫，而丈夫则可以什么都不做，甚至能够随意提出休妻。对于这里的女人来说，离婚是天大的罪名。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佟丽娅难免受到男尊女卑这种观念的影响，而这个影响也让她在之后与陈思诚的交往中度过了长达6年忍辱负重的生活。2012年，陈思诚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作品电视剧《北京爱情故事》播出，他在剧中饰演男主角程峰，佟丽娅则饰演程峰的女友沈冰。这部作品凭借着北漂热潮引起了无数观众的共鸣，1年内连捧11项大奖。北爱不仅是陈思诚走上导演之路的敲门砖，也是他和佟丽娅的定情之作。同样参演北爱的杨幂爆料，一开始是陈思诚主动追求佟丽娅，但佟丽娅觉得陈思诚帅气有才华，担心自己配不上对方，也没有安全感。这时杨幂便劝他，不试试你怎么知道？加上陈思诚攻势猛烈，佟丽娅才答应了陈思诚的示爱。确定关系后，两人处于地下恋，没有公开。2012年3月，因宣传需求，陈思诚与佟丽娅一起参加了《快乐大本营》的录制。作为剧中深受观众喜爱的荧屏情侣，主持人何炅提议请2位在台上以角色的身份向对方告白。谁知程峰深情告白之后，沈冰却回归现实，以佟丽娅的身份含蓄地公开了2人的恋情，并说希望大家祝福我们。听到这句话的陈思诚眉头一挑，显得非常意外，随后面无表情地和女友拥抱，反倒是佟丽娅感动得红了眼眶。随后陈思诚似乎终于反应过来了，牵着佟丽娅的手轻轻一吻。不过当几位主持人和佟丽娅都感动流泪的时候，陈思诚却双臂抱胸，典型的抗拒姿态，显得与现场的气氛格格不入。佟丽娅的坦率与陈思诚的隐瞒，让网友对这段恋情并不看好。在恋情曝光后的2年间，两人倒是格外低调，没有闹出什么绯闻，并于2014年1月16日在大溪地举行了婚礼。陈思诚还十分浪漫地选了寓意丫丫生日的8.8克拉钻戒作为结婚戒指。几天后，夫妻2人回到2年前公开恋情的快乐大本营，在观众的见证下，
举行了中式婚礼。佟丽娅的父亲则在祝福环节说道：“今天就把我的女儿交给老陈家了，希望到了陈家以后多干一些活，给老陈做做饭，伺候伺候他，抽出空来也看看我们。”言语之中依然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。可无论如何，两人结婚已成事实，感情这件事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网友们作为旁观者，还是送上了祝福。可当所有人开始接受这段不被看好的爱情时，结婚不到半年的陈思诚便爆出了出轨绯闻。2014年6月，佟丽娅正在《平凡的世界》剧组拍戏，陈思诚却背着她与神秘女子约会，并在公寓中共处6小时。事后，佟丽娅微博回应：“都是些无中生有的事，甭信，我们都好着呢，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。”可是2017年初，陈思诚又被拍到与2名女子在酒店约会，3人共度一整晚，第2天才一起离开。消息爆出时，刚生下儿子朵朵，还处在哺乳期的佟丽娅正在录制综艺节目《真正男子汉》。陈思诚的行为被网友调侃，事实证明，爸爸们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，妈妈还会在家等你；可当妈妈们参加《真正男子汉》，爸爸就真的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网友回忆起《真正男子汉》中给家人打电话的环节，佟丽娅打给陈思诚，接电话的助理听到佟丽娅叫老公，不仅没有听出是她的声音，还小心翼翼地解释一句：“哥在拍戏呢。”现在看来真是不敢深想。随后，关于陈思诚其他时期的出轨消息相继被爆出。2015年8月，佟丽娅怀孕期间，陈思诚包养了一个沈阳的姑娘，不仅陪她过生日、送名牌包包，连去曼谷拍戏的时候都带着她一起。可是和朋友聚会时，身边又跟着另一个女孩。这还没完，陈思诚又被爆料在深圳金屋藏娇。前后出轨6人的爆料，让佟丽娅的粉丝和网友们纷纷指责陈思诚死性不改，并心疼丫丫遇人不淑。对此，陈思诚解释称，酒店中的2人只是和自己玩了一夜扑克牌，而佟丽娅只回应了一句：“重新开始，丫丫加油。”热恋的时候，为了满足陈思诚对女朋友自带仙气的审美，从小就大碗喝酒、高声划拳的佟丽娅，始终保持着温婉可人的长发形象。刚结婚60天的时候，2人参加采访，记者问到出轨话题，面对陈思诚谁都会出轨的言论，佟丽娅尴尬地附和：“回家就好。”每年陈思诚生日之时，佟丽娅都会第一时间送上甜蜜祝福，但是这个惯例停留在了2016年。她剪掉了陈思诚喜欢的长发，勇敢地说：“现在我不管别人喜不喜欢我，我不去取悦别人，这个就是我。”褪去忍辱负重、委曲求全的贤妻枷锁，独自灿烂的佟丽娅又恢复了她应有的耀眼光芒。其实，身为演员，佟丽娅有足够的颜值和演技支撑起自己的事业。早在2008年，丫丫就凭借《母仪天下》中的赵飞燕一角爆红。荧幕中的她美得让人惊叹，一颦一笑间尽是倾国倾城，眼波流转间令人沉醉。2015年元宵晚会上，佟丽娅一曲貂蝉拜月的舞蹈，瞬间让观众领略到何为天外飞仙。人生的重大变故有时候也是契机，彼时的佟丽娅一定也真实的疼痛和迷惘过，但变故之后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力量，会让她完成破蛹成蝶的新生。2018年5月18日，佟丽娅主演的电影《超时空同居》上映，片中她饰演一个古灵精怪的短发女孩，一句老娘天下最美令粉丝们含泪叫好，扬眉吐气。她也因此获得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受欢迎女演员奖。同年12月，第17届电影华表奖现场，佟丽娅带来了敦煌飞天舞《远航》，以曼妙身姿诠释了千年丝路瑰丽文化，再次惊艳众人。她的舞蹈是不仅赏心悦目，且能够用灵动的眼神、勾人的笑意，举手投足之间迸发出的魅力，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。2019年的年底，她一手策划编排的大型舞剧《在远方，在这里》在北京首映，最终收获豆瓣8.8的高分，圈内专业人士和舞者更是对她称赞有加。
2020年的央视春晚上，佟丽娅作为新人首次担任主持工作，岁月无法改变的美貌与沉着稳定的主持能力都得到网友盛赞。而转头一看，陈思诚变成了那个准点送上祝福的人，不过他得到的没有妻子的回应，只有网友的嘲讽。与曾经一位迁就的丈夫2年0互动，新生的佟丽娅不用再维持一个贤妻形象，而独立勇敢带着点男孩子的洒脱劲儿才是她本来的面貌。在默默的改变中，佟丽娅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对于感情，她也不需要像怨妇一样斤斤计较。现在佟丽娅信奉的是，再美好的爱情也总会有保质期，一直陪着你的只有那个了不起的自己。她依然相信爱，只是眼里不再只有爱。这里是咸鱼记，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，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